为此，我花了血本。嘿，大家好！上一期视频呢，有很多小伙伴在我的这个视频下面呢留言给我，有的说多播不成功，有的说运营商限制等等吧。但是呢，也有一个哥们跟我说，他播了8次，也就是8播成功，这家伙就厉害了。所以的话，这东西啊也得看人品，开个玩笑啊。那么今天呢，我为了让一些有双宽带输入的这个朋友们实现2个宽带多播，然后呢实现叠加，为此我花了血本输入了一条移动的300兆的新宽带。我让你们瞅瞅啊，我下了血本，为了你们了解多线双播我办理的宽带。瞅见没有？里面这个大的就是刚办好移动的宽带，带宽是300兆，上传是50兆。这个小的这是联通的宽带，200兆的带宽，上传35兆。顺带说一下，这是我的小米 AP， 也是小米的一款路由器，带硬盘的，叫 HD， 做旁路由，提供无线服务。下面是我的软路由，是4415U 的 CPU， 风扇改装的。有感兴趣的可以看我以前的节目啊。这边的这不是夜壶啊，这是我放点水，是为了让这里头呢增加点湿气，那避免呢电路上呢产生静电，尽管它也不管什么毛用。里面这个是一块硬盘，14T 的，我做黑群晖，同时呢也作为这个网星云挖矿程序的储存盘。这面加装了一个防震的底座，上面那个小的白的是小米的温湿度感应器。后面那个照妖不，这后面那个小镜片呢是我的一块硬盘。直观的就能看到这个后面接线的提示灯的状态。这边是插座啊，再赶紧看看上面啊。上面这一层是我的 UPS， 是个3特的 MT500的 UPS， 专门给他们这些弱电箱呢提供一些供电保障的。这旁边过来，这是蓄电池，它是给这个 UPS 供电的。在设置的过程中呢，还是有一定的技巧，所以的话，您呢跟着我的步骤，咱们试一试，用新的方法、新的方式，2条宽带，不同的运营商如何能组成一个新的带有带宽叠加效果的宽带。这期节目呢，我就想试一下这个移动加上联通2个不同的运营商在爱快软路由下实现双线的宽带叠加，我们拭目以待。您呢跟着我的教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能不能实现最终的目标。好，让我们来到爱快的这个页面。首先我们需要在网络设置里头内外网设置，第一个万口是我的联通宽带，已经3播成功了。第二个万口是我们新接进来的移动的这个宽带，我们点开它，这里要设置，这是设置成基于物理网卡的混合模式 ，ADSL 拨号。拨号成功以后，账号名称随便起一个，但是不能跟之前的联通账号呢冲突。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看一下它的速度，我们测一下速度，线路测速，选全部线路，点击开始测试。这个过程呢比较漫长。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一共有4条线路，1、2、3，这是联通的宽带，3播，它的速度下载250，最大256，上传每一条线路上传都是在36兆左右。那么我新加了这个移动的这个，现在它的下载是300兆，基本上跟那个办理下来是相符的，上传的时候可以达到160兆，这非常厉害。移动这个宽带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好，我们现在把这里的测速完以后，心里有个底。接着呢，我们来到这个流控分流，打开流控分流。这个流控设置分流设置里头，
由下而上，一层比一层权限大，上下行分离、域名分离、端口分离、协议分离、多线负载，它是这样倒的来看的。我们首先看多线负载，这3个是中国联通的负载比例1:1:1，它呢是使用的是所有走联通的线路，自然而然的会从中国联通这里连上外网。这就是分流。然后呢，这个中国移动是单列出来的一条线路，它呢这里设置新建连接数中国移动这里，然后把中国移动这个选启用，别的停用，这样一点保存呢，2条线路互不干扰。你比如说出国的梯子，我搭载中国联通比较顺畅一些，因为它有公网 IP， 包括田塘的3条线路以及现在新搭的这个网信云的2条线路，我现在目前走的都是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呢暂时没有启用太大的流量从它这边走。我想呢下一步呢，GO1900的软路由安装虚拟机，专门在里面安装田塘或者是网信云，专门走这条线路。这样的话呢，除了这2个线路明确的 IP 走它们以外，剩下的不明的网络要求将会从中国联通的这个默认的这个网关，从这个网关连接外网。我现在这样，如果你要是想设置2条线路叠加，那么在这里点添加，这里面选择新建连接数，这个是选全部，然后呢把这个 ADSL 1、2、3以及 ADSL 11这个呢全部开启，它的负载比例是1、2、3，它们是200兆的带宽，那么就是2。ADSL 11这个是3，2:3。这样的话呢，点保存。然后我们看后面的协议分流以及端口分流。端口分流是在使用多线、多波以及带宽叠加的时候一个使用的方式。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把每一个 IP 都能发挥它的作用。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田塘，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田塘1、2、3都在有数据的运行，一切良好。我已出车，感觉良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域名分流，这个是访问外网的，也就是走梯子的，比如说 YouTube 啊、谷歌呀、奈飞啊，以及甲骨文呢，走这个点编辑 ADSL 1、2、3，基本上就已经2种设置方案都已经有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叠加以后下载能达到834，上传能达到204兆的惊人速度。这是中国联通对中国联通 5G 测速，效果非常的明显。移动的上传带宽是70，联通的上传带宽是30×3，能跑到204。我之前说过，上传带宽是我比较注重的，它的直接的提升会给我们使用网络带来更多的速度上的享受。我们看一下系统的状态，上行、下行、物理连接数、CPU 使用 13%， 内存 60%， 状态监控、线路监控。所以流控分流的设置，它直接影响到你叠加了带宽以后，你的整体的网络使用环境是否得到了增强和翻倍，把叠加的带宽应用到了你的网络设备的正常使用中，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们在分流的设置这些必须把它掌握，从下而上。如果你设置了上下行分离，那么首先走上下行分离你的协议，再走域名分流，再走端口分流，再走协议分流，再走多线负载。而如果你想实现你的带宽叠加直接使用于你日常网络中，那么首先设置的是多线负载。这些呢，依次根据你的不同情况，在这里面再添加另外的一些分流的协议。如果你要是实现你的带宽不同的运营商之间的宽带输到你的软路由中以后，进行一起的叠加，网络的叠加，速度的叠加，那么在多线负载里头设置添加的时候，这个地方设置新建连接数，全部把所有的端口全部启用，
然后把负载比例设置完全，也就是说你的每个端口的负载比例相比它的最简比，比如说200兆、300兆，比如说500兆，那你就填2、3、5这样子。当你保存以后，那么你的所有的带宽就会直接得到叠加。我目前使用的这个负载呢，是多线负载里头的端口分流、域名分流。而像我这样分流的方式，让它走联通网络，电信、移动走移动的网络，这样的话分开呢便于管理，而且呢不容易互相，有些程序在使用上网的过程中会来回跳 IP， 对这个程序的稳定性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这样分起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上网的不同的方向和目的地以及它的 IP 来分配给某一个运营商，中国联通、中国移动，我这里头有2条。这样的话呢，使用起来呢会更加的便利。目前我采用的就是这个使用方法。当然了，第2条线路刚才我说过了，还没有进行进一步的使用。在这个教程之后呢，我准备在另外的教程中开始做另外一台虚拟机来使用一些挖矿程序呢，它专门走这个中国移动的网络敬请大家期待。好了，非常感谢大家呢观看我本期的视频。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您一定帮我点赞、订阅、转发，这样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我会为大家呈现更多的实用的干货、实用的教程，一定会令各位满意。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